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委员一人医生所著的《哈佛与斯坦福医生的长寿饮食秘诀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让你一生看得见的、意想不到的天然食材；第二，眼科医生绝对不吃的极其危险的致盲食物；第三，哈佛和斯坦福医生教你的长寿饮食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让你一生都能看得清的、意想不到的天然食材。第一种天然食材就是西瓜皮的白色部分。说到西瓜，大家一般都会觉得是夏天吃的水果。确实，西瓜含有丰富的水分，可以帮助补充夏天因出汗流失的水分。不过实际上，西瓜还含有很多重要的营养成分。西瓜水分充足，也含有维生素 C， 不过与橙子、草莓、柠檬相比，含量并不算高。但值得关注的不只是维生素 C， 西瓜中还富含番茄红素。说到番茄红素，大家一般会想到番茄，但其实它并不只存在于番茄中。番茄红素是一种存在于红色植物中的成分，因此同样具有红色果肉的西瓜中也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。番茄红素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，而且一个特点是，加热后吸收率会显著提高。虽然大家通常习惯把西瓜冰镇后食用，但实际上，在非夏季以常温食用，反而有助于提高番茄红素的吸收率，使抗氧化作用更容易发挥。另外，西瓜其实属于葫芦科，是黄瓜的亲戚。葫芦科食物中含有一种叫做瓜氨酸的氨基酸，这种成分进入体内后会转化为精氨酸，并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，从而起到扩张血管的作用。血管扩张有什么好处呢？可以帮助降低血压，因此也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。而且，西瓜不仅仅是红色果肉有营养，它的白色部分同样值得关注。一般大家都会觉得红色部分最好吃，但实际上，西瓜的营养更多集中在外侧。西瓜皮分为外层坚硬的绿皮和内侧的白色部分，而这种白色部分中富含瓜氨酸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只吃红色甜的部分，把白色部分扔掉，就无法充分摄取瓜氨酸。因此，建议大家可以把西瓜皮做成腌菜等方式加以利用。瓜氨酸还有助于扩张眼部血管，对眼睛健康也有好处。此外，西瓜中还含有丰富的钾元素，摄入钾可以促进体内钠随汗液和尿液排出，从而帮助稳定血压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好处。那么接下来介绍第二种天然食材，就是醋泡洋葱。说到洋葱，大家熟知的一个代表性健康功效，就是它能让血液变得更加顺畅。洋葱中还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成分，它可以抑制使血液凝固的物质，从而让血液更不容易变稠。此外，洋葱中还富含一种叫做胡皮素的多酚。胡皮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，能够让覆盖在血管内侧的内皮细胞保持光滑和健康状态。因此，洋葱不仅对血管有益，对眼睛健康也同样有帮助。另外，洋葱中还含有糖分，不过这里的糖分并不是像白砂糖那样对身体不好的糖，而是富含寡糖。寡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会让血糖迅速上升，同时还能作为益生菌的食物，帮助改善肠道环境，对肠道健康非常有益。再加上洋葱中富含膳食纤维，当你咀嚼洋葱时那种脆脆的口感，正是因为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。而且洋葱同时含有不溶性膳食纤维和水溶性膳食纤维，比例均衡，因此在改善肠道环境方面也非常优秀。另外，作为一种蔬菜，洋葱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，钾有助于排出体内多余的钠，因此也有助于预防高血压。通常我们会把洋葱用于炒菜等加热料理中，但从健康角度来说，其实生吃是最推荐的。尤其推荐的是和醋一起食用的醋泡洋葱。把洋葱用醋腌制之后，刺激性会减弱，更容易入口，也能更轻松地摄取一定量。
同时腌制还能提高保存性，放在冰箱里随时都可以食用，非常方便。此外，醋中含有的柠檬酸可以帮助分解疲劳物质乳酸，因此这种吃法在缓解疲劳方面也有一定效果。接下来介绍第3种天然食材，是富含叶黄素和 Omega-3 脂肪酸的食物。说到对眼睛好的食物，大家可能会想到蓝莓、胡萝卜这些颜色浓、鲜艳的食物。确实如此，不过本书作者认为，基本上对身体好的食物，对眼睛也同样有益。对眼睛好的东西，也往往对身体甚至对头发都有好处。在众多有益健康的营养素中，特别推荐的是一种叫做叶黄素的色素。叶黄素在我们眼睛中光线通过的部位、晶状体和视网膜中含量非常高。它是一种植物来源的色素，能够吸收多余的光线，从而提高视网膜的对比度，同时也有助于预防晶状体发生白内障。叶黄素主要存在于深绿色蔬菜中，例如菠菜、小松菜、西兰花等。还有研究表明，摄取叶黄素可以抑制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进展。所谓老年性黄斑变性，是指随着年龄增长，视网膜中最重要的部位黄斑受到损伤，从而导致视力下降的一种疾病。此外，为了预防老年性黄斑变性，还建议多摄取 Omega-3 不饱和脂肪酸。研究已经表明，经常摄取 Omega-3 的人与几乎不摄取的人相比，在发病率和恶化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。Omega-3 脂肪酸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存在于沙丁鱼等青鱼中的 DHA 和 EPA。此外，坚果和亚麻籽等食物中含有的 alpha 亚麻酸也属于 Omega-3 的一种。这些 Omega-3 脂肪酸不仅对眼睛好，对全身健康也非常有益。另外，植物中除了叶黄素之外，还含有大量的多酚类物质，这些成分已发现超过5000种，能够在体内发挥抗氧化作用，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等多种健康问题。最后还想推荐的一种食物，是近年来再次受到关注的鸡蛋。虽然鸡蛋属于动物性食品，但其实也是富含叶黄素的代表性食物之一。而且鸡蛋低热量、高蛋白，营养均衡，价格也不高，容易购买，易于烹饪，也方便食用，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超级食物。因此建议大家在日常饮食中好好利用鸡蛋。那么接下来介绍第4种天然食材，就是早上的牛油果。牛油果特别推荐在早餐时食用，它富含膳食纤维，而且有不容易让血糖迅速上升的特点。此外，从早上就可以摄取到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，同时它也不容易导致胆固醇升高，并且富含维生素 K。另外，还含有大量细胞活动所必需的维生素 B 族。早上摄取这些营养，不仅对整体健康有益，对眼睛以及皮肤也非常好。牛油果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饱腹感强，吃完之后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抑制食欲。同时，牛油果中含有具有抗炎作用的成分，有助于防止体内氧化，抑制炎症反应。此外，它还富含一种非常重要的脂肪酸 alpha 亚麻酸。实际上，研究表明，大脑和视网膜在去除水分后的干重中，大约有 20% 是由 DHA 构成的。由此也可以看出 Omega-3 脂肪酸对大脑和眼睛健康有多么重要。另外，牛油果还有一个令人高兴的优点，就是可以帮助调节容易紊乱的饮食习惯。比如在美国，很多人早上会吃像汉堡这样容易让血糖和血压迅速上升的食物，但研究表明，与普通汉堡相比，加入牛油果的汉堡，在餐后血糖和血压的波动上会有明显改善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牛油果虽然营养价值高，但热量也相对较高，因此不建议过量食用。健康的饮食原则，本质上是减法而不是加法。首先要减少对身体不好的食物，然后再用健康的食物进行替代。如果在不减少原有食量的情况下，直接增加牛油果，很容易导致热量摄入过多，
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。此外，牛油果还富含维生素 E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 等，其中维生素 E 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。另外，早餐还推荐吃香蕉，虽然香蕉有甜味，但其中含有丰富的寡糖，这类糖分消化较慢，不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。同时，香蕉中还富含膳食纤维和抗性淀粉，因此在改善肠道环境方面也非常有帮助，非常适合作为早餐食用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眼科医生绝对不吃的极其危险的致盲食物。首先介绍第一种，可颂面包和丹麦面包。小麦类食品不仅对眼睛健康，对全身健康来说也存在一定风险。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面包。面包本质上几乎是由碳水化合物构成的，在将小麦精制成白面粉的过程中，大部分营养被去除，最终只剩下糖类和极少量的膳食纤维。如果说营养均衡的食物才算高营养，那么面包就是一种碳水含量极端偏高的食物，因此它的升糖指数非常高，血糖一旦快速上升，胰岛素就会大量分泌，把血液中的糖迅速送入全身细胞储存，接下来血糖又会迅速下降，这就是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糖化反应。这种反应会加速动脉硬化的发展，血糖越高，这种糖化反应越强，动脉硬化也就越严重。此外，血糖的剧烈波动还会让血管内壁变得粘稠，更容易发生堵塞，从而提高心肌梗死、脑梗塞等重大疾病的风险。白面包由于经过高度精制，原本含有的重要营养几乎被去除，蛋白质少，矿物质也匮乏，营养结构极其不均衡。因此，如果一定要吃面包，建议选择全麦面包，因为它至少还保留了一些膳食纤维和矿物质。另外，经常以面包作为早餐的人，往往还伴随着其他不良生活习惯。从整体健康角度来看，减少以面包为主的饮食会是更合理的选择。接下来介绍第二种，奶昔和甜的加工过的麦片。早晨是刚从长时间睡眠中醒来的时段，此时身体处于能量缺乏的状态，会非常高效地吸收食物中的营养。正因为如此，早餐的第一口几乎可以决定一整天的健康状态。但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有一件事是绝对不该做的，那就是把奶昔或甜的麦片当作早餐。现在很多人，包括日本人，都会这样吃，但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习惯。首先和直接吃完整食物不同，奶昔在制作过程中会损失大量膳食纤维，而膳食纤维本来可以抑制血糖的快速上升，一旦缺少它，水果中的糖分就会被快速吸收，导致血糖急剧飙升。甜的麦片也是类似的情况，虽然原材料看起来是谷物和干果，似乎很健康，但实际上大多数产品都加入了大量糖浆进行加工。这样一来，本来健康的食材反而变成了高糖食品，本末倒置。在清晨空腹的状态下，摄入这些会迅速升高血糖的食物，会不断损伤身体细胞。长期下来，这种习惯会加速身体的老化过程。那么接下来进入第三部分，哈佛和斯坦福医生教你的长寿饮食术。首先介绍第一个方法，什么都撒点黄豆粉。黄豆粉是由大豆制成的，大豆中含有一种叫做大豆异黄酮的多酚类物质，这种成分具有类似女性激素、雌激素的作用，对皮肤有益。一般认为，女性比男性更少患心血管疾病，与雌激素有一定关系。而大豆中的异黄酮可以发挥类似作用，因此即使是男性，也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等问题。此外，食用黄豆粉还被认为可以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，从而使血糖不容易升高。对于糖尿病前期人群，也有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潜在效果。黄豆粉的优点在于非常方便，可以撒在各种食物上食用，实用性很强。如果是饮品方面，则推荐豆浆。豆浆同样含有大豆成分，可以期待类似效果。进一步来说，
在豆浆中加入 MCT 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MCT 油是以中链脂肪酸为主的油脂，典型来源是椰子油。它的特点是不会经过淋巴系统，而是直接在肝脏中分解，迅速转化为能量，因此不容易以脂肪形式储存，同时还有助于改善认知功能，抑制食欲。因此，黄豆粉加豆浆加 MCT 油的组合，不仅对眼睛好，对全身健康也很有益，非常推荐。接下来介绍第二个方法，每天喝3杯肉桂咖啡。近年来，咖啡对健康有益已经逐渐成为共识，而在咖啡中加入某些食材，可以进一步增强效果。其中最推荐的就是肉桂。肉桂中富含多种重要的多酚，例如原花青素、儿茶素以及胡皮素等，这些成分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，可以抑制体内的氧化反应。所谓氧化，会进一步引发炎症，损伤细胞 DNA 以及细胞结构，因此减少氧化，抑制炎症，也有助于降低未来患癌的风险。不过，要获得这些效果，需要摄取一定量的肉桂。书中作者建议，至少要摄取 0.5 克左右，效果才比较明显，大约相当于1/3茶匙。如果一次加入太多，会影响咖啡的味道和香气，因此建议分成每天2至3杯来饮用。例如，每天喝3杯咖啡的人，每杯加入 0.1 至 0.2 克肉桂即可。此外，肉桂还有降低血糖的作用，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，从而有助于预防糖尿病。多酚对神经系统也有益。研究表明，肉桂对认知功能，如预防痴呆，有一定积极影响，同时也可能有助于预防帕金森等神经退行性疾病。不过需要注意一点，市面上常见的肉桂多为桂皮，其中含有较多的香豆素，摄入过多会对肝脏造成负担。相比之下，西兰肉桂中香豆素含量较低，味道也更温和，更适合日常长期食用。接下来介绍第3个方法，运动后立即补充蛋白质。运动和睡眠、饮食一样，是非常重要的健康习惯。但在运动之后，有一件事情尤其关键，那就是补充蛋白质。如果运动后先摄入大量糖分，血糖会上升，而这些糖会优先作为能量被消耗，反而不利于脂肪的减少。多余的糖还可能转化为脂肪储存，等于抵消了运动的效果。因此，应尽量避免在运动后摄入大量糖分。相反，更重要的是为刚刚努力工作的肌肉提供原料，也就是蛋白质。事实上，我们的身体不仅仅是肌肉由蛋白质构成，头发、眼睛、皮肤等几乎所有组织都由蛋白质组成，就连骨骼也不仅仅是钙，它的基础结构是胶原蛋白、蛋白质，在沉积钙形成，甚至血液中的红细胞、白细胞等，也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。人体大约 60% 至 70% 是水分，而在去除水分之后，剩余部分中约有一半是蛋白质。因此，从营养学角度来看，摄取充足的蛋白质是极其重要的。很多人会讨论运动时间，比如有氧运动适合早上空腹做，或者晚上做力量训练可能影响睡眠等等。这些讨论当然有意义，但比时间更重要的是，你是否能在运动后及时补充蛋白质。因此，与其纠结时间，不如优先确保运动时间和蛋白质摄入时机能够合理衔接。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每天一点点积累的结果。与其追求短期的效果，不如从今天开始调整饮食结构，减少对身体有负担的食物，多选择真正对身体有益的营养来源。只要坚持下去，不仅是眼睛、血管和大脑，全身的状态都会慢慢发生改变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